初春的时候，我脱下了羽绒服，穿着自己做的几条裙子去到了马来西亚旅行。吹着海风，晒着太阳，小岛上只有缓慢的生活的节奏和一望无际的清澈的碧蓝的大海。在这里，美景取代了 WiFi， 跋山涉水成了最大的乐趣。要怎么样的设计才能融入这样的美景呢？去年我找到过一块粉色的带圆点的面料，有光泽也很轻盈，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用上。同时我也选择了另外一块纯棉的米色的面料作为打底，这样就有了一个走路带风，夏天吸汗，踏水易干还不透光的组合。这里我打算利用斜裁，让面料更有垂坠感的同时，裙子也可以最长，保留尽可能多的面料，甚至左边的侧腰都不需要剪开，直接用一整块面料铺上去就行，这样裙子就可以呈现对称的菱形。使用面料的基本准备就是熨烫面料，先将熨斗的温度降低到面料耐受的温度。一般的熨斗它都会给一个温度的范围，如果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将温度调得稍微高一些的话，那你的熨烫时间就一定要缩短一点。然后可以垫一层白色的棉布作为保护。如果是工业或者家庭用的蒸汽熨斗，也可以有同样的操作。因为有的时候即便用了蒸馏水，熨烫的时候还是会有痕迹，垫一层布就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发生了。这条裙子的设计是为了最大程度化的飘逸，同时又不显得臃肿，于是安排好面料的去处就显得格外的重要。这里的去处也就是裙摆了。有了基本思路以后，就可以直接把面料放在人台上试试。这次我没有提前打板，所以现在直接将面料放在人台上，然后捏出想要的形状以后，用大头针钉起来就行了。比想象中的制板要简单很多，对吧？不过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要定出前胸和后背的具体尺寸。然后根据刚才从人台上面定出的大头针的位置，来确定裙子前胸和后背的具体最高点。也因为是斜裁，裙子的中线要做到和边尽可能的呈现完美的45度角。这里我发现这种圆点点面料连上了这些圆点就已经是45度角了，太方便了。后背也是同样的操作，量出了自己的尺寸以后，就可以画线，然后剪开了。为了保证左右两边尽可能的对称，可以在剪之前对折，然后再剪开。这样一条裙子就基本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
穿上试试看，感觉还挺合身的，和想象中的也基本接近。大家喜欢看这种剪裁简单的衣服吗？最后一步就是缝纫，选对线的颜色会大大的提升细节的质感。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走自己想走的路，穿自己想穿的衣服，这本身就是种莫大的惬意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创意和设计，那么不要错过我的个人品牌 Everavian， 我会持续地更新更多的设计作品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要记得一键3连哦。